人生步入暮年，大家都希望能老有所依，老有所养。然而现实往往事与愿违，许多人憧憬晚年儿孙绕膝，含饴弄孙，或是有老伴相互扶持着度过余生。但真到了那时候，我们最怕的往往不是孤单，也不是身体衰弱，而是活得毫无尊严。一位75岁的老人深有感触地忠告晚辈们，宁愿孤独老去，也千万别碰这3种养老方式。这话听起来刺耳，却句句是血泪教训。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位严大爷的故事，看看他亲身经历的3段晚年生活，为何让他发出如此感慨。夕阳西下，严大爷拄着拐杖伫立在阳台上，看着远处灯火通明的城市。他本以为退休后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和儿孙绕膝，共享天伦，然而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。严大爷原本在老家乡村生活，老伴过世后，儿子接他到城里同住。刚开始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可好景不长，代际差异和生活习惯的冲突渐渐浮出水面。严大爷习惯早起，在院子里锻炼身体，哼唱京剧，可儿子儿媳夜里加班，早上想多睡会儿。严大爷喜欢饭菜清淡，但儿子一家重油重辣，他总想着帮忙做家务，结果儿媳嫌他帮倒忙，还怪他老式观念管太多。有一天傍晚，严大爷准备了拿手的红烧肉，满心欢喜等孙子放学回来尝尝。没想到儿媳下班进门就皱眉：“爸，以后别做这么油腻的菜了，小孩吃了不好。”言语中满是不耐烦。严大爷尴尬地笑笑，默默放下筷子，那一餐再也没动几口。他不是不懂儿媳，也是为孩子健康考虑，可自己辛苦一下午的好意被挑剔，心里不免酸楚。更让他难受的是，一次深夜，他起夜时无意听见儿媳低声抱怨：“你爸老是乱翻孩子作业，说什么以前念书怎样怎样，我真是够了。”儿子劝了几句，似乎也有怨气。他在农村住惯了，哪里懂城里的教育方式？短短几句对话，如针扎在严大爷心头。他一夜未眠，第二天清晨悄悄收拾行李，决定回乡下老宅暂住一阵，嘴上谎称想回老屋看看。坐上回老家乡镇的长途车，严大爷透过车窗望着外面一闪而过的高楼和车流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昔日熟悉的城市街景在他眼中变得陌生冰冷，仿佛那里已经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闭上眼睛假装打盹，不让眼角的泪水被旁人看见。回到久违的老屋，严大爷心凉透了。他想到自己年轻时省吃俭用供儿子上大学，如今却在儿子家连一点小事都要看人脸色。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，让他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尊严扫地。其实像严大爷这样的遭遇并不少见。传统观念里养儿防老，不少老人把依靠子女当作理所当然的安排。然而时代变了，子女一代面对的生活压力和观念都与父母截然不同。老人一心为了儿孙好，付出劳力，甚至拿出积蓄，换来的却未必是称心如意的回报。有的老人卖掉乡下房子，资助子女买房，自己搬去和孩子同住，结果因为生活琐事摩擦不断。更有甚者，把房产提前过户给子女，子女却不愿赡养，老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现实中不乏这样的新闻，某位年迈老人把唯一的房子过户给儿子，原想安度晚年，不料儿子媳妇翻脸不认人，嫌弃老人影响小家庭生活，将老人赶出家门，让人不寒而栗。特别是在3代同堂的家庭中，婆媳关系、育儿理念等矛盾很容易激化，老人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，时间一长，自尊心难免受挫。依靠子女养老最大的问题在于，一旦完全失去经济独立和生活主导权，老人就处于极其被动的位置。子女愿意孝顺，当然皆大欢喜，但如果子女不够耐心，或者家务事多矛盾，老人为了求安稳，往往选择忍气吞声，小心翼翼，连吃顿肉都怕惹孩子嫌。曾有一位85岁的老母亲，育有6个子女，却被像皮球一样在几个孩子家之间踢来踢去。由于她年纪大，
病痛多，医药费高昂，子女们互相推卸责任，甚至签协议约定谁可以不管他。老人忍无可忍，最后把儿子们告上法庭。虽然法律判决子女必须履行赡养义务，但老人心里的伤痕还能愈合吗？自己辛苦养大的孩子这样对待自己，这种尊严尽失的痛苦，不比孤独更难熬吗？严大爷没有等到事情恶化到无法收拾的地步，他意识到，与其在儿女家战战兢兢看人脸色，不如退一步保持体面。他记起一句老话，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。年轻时为子女撑起一片天，老了却不能完全指望他们，对别人的期待越高，失望也越大，这是晚年的真理。于是严大爷决定离开儿子家，哪怕一个人生活，起码自由自在，免得彼此生嫌隙。他用自己的经历明白了，过度依赖子女养老看似合情合理，实则风险重重。与其鸡飞蛋打，家庭失和，甚至落得尊严扫地，不如及早做好自己养老的准备。后来儿子见父亲一去不返，几次打电话想接他回城里住，语气里也带着愧疚。严大爷却摆摆手，在电话那头笑道：“我在老家挺好，你们安心过你们的小日子吧。”经历过同住的局域，他深知距离才能产生亲情的美感。事实也正是如此，分开生活后，他和子女反而更和气了。严大爷用自己的选择告诉儿子，父母老了，想要的是陪伴，但更需要尊重。离开儿子家后，严大爷一度尝试了另一种养老方式，入住养老院。他想，也许不给子女添麻烦，去机构由专业人员照料，会是个省心的选择。然而，养老院的生活并没有他想象中那般美好。初秋的一个午后，严大爷拖着行李走进养老院，宽敞明亮的大堂，整洁的房间，让他一开始松了口气。这里有同龄的老伙伴，有护士定时查房，生活起居似乎有了保障。然而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严大爷内心的失落感却日益加重。每天早晨6点，养老院的广播准时响起，提醒老人们起床吃药。严大爷常被吵醒的心烦意乱，他身体硬朗，不需要那么早吃药，可也不得不跟着统一的作息。餐厅里，早餐永远是清汤寡水的粥和馒头，毫无老家菜的滋味。他想多添一勺咸菜，都被护士笑着拦下。老爷，不能多吃咸，对身体不好哦。虽然是好意提醒，可严大爷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在这里，连想多吃一口咸菜的自由都没有了。养老院的护理员小王待人不差，但人手有限，难免顾不过来。一次严大爷胃不舒服，想麻烦小王帮忙冲杯热蜂蜜水，小王却忙着照顾别的失能老人，隔了好久才赶来。看着小王汗流浃背抱着另一位老人去洗手间的情景，严大爷突然一阵心酸，自己有朝一日要是也生活不能自理了，每天被这样抱来抱去，尊严何在？有些护工年轻，缺乏耐心，对待脾气古怪的老人语气生硬，甚至传出过别的房间老人被打骂的传闻。这些场景和传闻让严大爷夜里辗转反侧。他明白护工也辛苦，但一想到晚年生活要仰人鼻息，稍有不顺就可能遭白眼，他的心情就跌入谷底。严大爷发现，养老院满足了老人的生存需要，却未必满足情感需要。到了养老院第3个月，除了逢年过节，儿女并没有经常来看望他。一开始他还盼着周末有人探望，后来电话越来越少，他也就不再抱期待。身边的老人们有的比他还凄凉。隔壁床的老刘，孩子常年不露面，老人逢人就念叨着我这辈子算白活了。这样的唉声叹气每天都在耳边回响，让人情绪愈发低落。院里偶尔组织唱歌活动，大家有气无力地拉着调，唱到世上只有妈妈好时，几位无人探望的老人潸然泪下。严大爷听得鼻子发酸。这养老院宽敞是宽敞，却仿佛一座围城，关注的每一颗心都是寂寞的。许多老人最害怕的并不是死亡本身，而是临终前无人陪伴，无人知晓。严大爷时常想，如果有一天夜里自己悄悄走了，
是否也要等到早晨才会被人发现？这个念头更让他对养老院心生畏惧。他偶尔从新闻上看到某些养老机构管理不善，老人受委屈甚至发生意外的报道，更觉得心里不踏实。夜深人静时，养老院的走廊安静的只能听见时钟的滴答声。每天晚上10点，宿舍的灯准时熄灭，严大爷躺在硬邦邦的小床上，翻来覆去，难以入眠。他想起过去在自家院子里摇着蒲扇看星星，想起老伴在世时两人守着一盏昏黄灯说闲话的场景，心里阵阵发酸。而现在身边只有黑暗和隔壁传来的此起彼伏的鼾声提醒着他，此刻的自己在这个设施完备却冷清的地方，正孤零零地熬着漫漫长夜。渐渐的，严大爷开始消沉，整日无精打采。他感觉自己仿佛被社会遗忘了。从前在家还能侍弄侍弄自留地的花草，和老邻居聊聊天，现在每天面对的是白色墙壁和一群同样愁容满面的老人。生活规律的像钟表滴答，却没有一点生气。他甚至生出一种念头，难道自己就要在这里等着一天一天老去，直到被抬出这个房门吗？养老院并非全然不好，起码有人管饭，有人管病痛。可对于像严大爷这样渴望自由和尊重的人来说，这种缺乏家庭温情、缺少个人空间的集体养老生活，活着却仿佛失去了生活的感觉。研究表明，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往往比吃得好更重要。如果精神世界被忽视，身体健康也会每况愈下。严大爷在养老院时，原本开朗的他变得沉默寡言，还一度出现轻度抑郁的症状。护士安排心理辅导，他摆摆手苦笑道：“不用了，我只是觉得自己活得像个多余的人。”在养老院的这段经历让严大爷愈发肯定了一点，与其住在条件再好的养老机构里，日复一日对着天花板发呆，感受不到尊严和亲情，如另寻他法让自己过得安心。对某些老人来说，养老院提供了晚年保障，但对严大爷来说，那段仰人鼻息、情感真空的日子，让他觉得尊严在不知不觉中流失。每个人性格不同，但他知道养老院并非自己的归宿。离开养老院后，严大爷搬回了乡下老家。他的身体尚算硬朗，勉强可以自理日常生活。然而独居的夜晚难免寂寞，屋子里少了老伴的唠叨，显得格外空旷安静。村里好心的邻居和亲戚劝他考虑再找个老伴儿，有个相互照应的人，晚年也有个伴儿。严大爷思来想去，觉得也有道理。自己一个人冷锅冷灶的确凄清，要是有个说话的人，也不至于天天数天上的星星打发时间。后来经人介绍，严大爷认识了邻村一位同样丧偶的李阿姨，两人年纪相仿，初次见面聊起各自子女，都是一肚子苦水。李阿姨直言，老伴走后，她在儿子家住过一段，可儿媳不喜欢她多管孙子的事，闹得不愉快，她才搬出来。彼此都有类似的遭遇，严大爷和李阿姨很快生出了惺惺相惜的感觉。一来二去，两位老人伴生活，互相有个照应。起初村里人都替他们高兴，羡慕他们黄昏恋找到了慰藉。严大爷和李阿姨相处的日子，家里又有了人气。李阿姨喜欢养花，把院子收拾得生机勃勃。大爷出门买菜，也乐意顺手给李阿姨带她爱吃的糕点。两位老人相互嘱咐，按时吃药，夜里也有个人可以闲聊解闷。这段时间，严大爷脸上的笑容明显多了。然而不到半年，风波渐起。严大爷的儿子女儿听说父亲找了后老伴，立刻赶回老家，明确表示反对。他们担心父亲再婚后财产分配会变复杂，万一李阿姨有所图谋怎么办？尤其严大爷的儿子话说得很直，爸，您要是领了证，我们可不同意。到时他要是惦记房子，我们一家子都没法接受。一句话说的，严大爷脸上青一阵白一阵。他没想到儿女并不关心他是不是孤单快乐，只关心房子和钱财。他试图缓和，我们两个老人搭伙过日子，不领证不就行了？儿女仍不放心，扬言如果出了事，他们概不负责。
李阿姨那边的子女也有顾虑，怕老人再婚影响他们将来的继承，于是对李阿姨百般劝阻。一时间，两位老人的幸福晚景被晚辈的反对闹得乌烟瘴气。除了子女的阻挠，生活中的矛盾也慢慢浮现。毕竟两个人各自生活了大半辈子，要磨合并不容易。李阿姨习惯早睡，而严大爷喜欢熬夜看新闻，两人为此闹过不快。严大爷惯于节俭，觉得衣服破点补补还能穿，但李阿姨觉得穿太旧出门会被人笑话。两人为买新衣争执不下，最严重的一次，两人因为财务问题吵翻。严大爷想给外孙女买个平板电脑，奖励她考上大学，李阿姨却不乐意，嘟囔道：“咱俩这点退休金够用就不错了，你还接济孩子们，以后真病了怎么办？”严大爷一听，火也上来了，顶了一句：“我孙女考学我高兴，花自己的钱也不行吗？”李阿姨一怒之下摔门回了娘家，住了几天。那几天，严大爷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里，既生气又不是滋味。这和年轻夫妻吵架冷战没两样，可自己一把年纪了，本想图个舒心，怎么又添烦恼？村里一些好事者也开始议论纷纷，说什么这么大岁数了还找老伴儿，儿女都闹翻了。这些风言风语传到严大爷耳朵里，让他觉得脸上无光，连出门遛弯都仿佛有人指指点点。经过那次冲突，严大爷冷静下来细想，两个人搭伙本是为了互相照顾，彼此取暖，可要是真闹得不开心，晚年本就不多的日子还要耗在矛盾上，值得吗？何况子女的不支持始终横在中间。他听说邻村有个老张头，80岁找了个比他小20岁的老太太，本想乐享天年，却被对方卷走了大半积蓄，还有城里一位大娘瞒着子女和广场舞认识的老伴私下同居，结果生病时对方子女不闻不问，他自己也陷入尴尬。这样的例子让严大爷不禁后怕，人老了，眼睛容易昏花，心也容易昏花，对谁都太相信，很可能被骗感情又骗财。最终，严大爷和李阿姨认真谈了一次，决定保持伴侣关系，但不过分，纠缠财务，各过各的经济，彼此照应为主。他们没有领证，只是住在一起搭伴而居。然而，可能是之前的心结难解，这样相敬如宾的日子没维持多久，李阿姨还是搬回了自己家。临走时，她含着泪对严大爷说：“咱们岁数都大了，经不起折腾，我还是习惯自己过吧。”严大爷目送李阿姨远去的背影，心里也是五味杂陈，既舍不得这段迟来的感情，又感到一丝如释重负。毕竟以后不用再为鸡毛蒜皮争吵，也不用夹在子女和伴侣之间左右为难了。这段黄昏恋的尝试让严大爷明白了，再婚养老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，它潜藏着许多现实难题。子女反对、财产纠葛、生活习惯冲突，哪一样都足以让晚节不保，甚至闹得身心俱疲。在中国社会，超过一半的成年子女对父母再婚持反对态度，许多丧偶老人的再婚愿望因为子女强烈阻扰而落空，即便勉强结合，也常因为各种矛盾最终分道扬镳。黄昏恋虽然浪漫，但如果没有牢固的感情基础和亲友的祝福支持，晚景很容易由甜变苦。一旦处理不好，不但尊严扫地，还可能晚年不得安宁。经历了与子女同住、养老院养老和再婚养老3种方式的波折后，严大爷终于醒悟，有时候孤独的老去未必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。这里的孤独并非真的与世隔绝，而是指保持适当的独立。与其强求那些听起来美好的养老方式，倒不如踏踏实实规划自己的晚年，宁可独自过，也要活得有尊严。严大爷现在选择独居在老家，别看他一个人，他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。清晨，他推开窗户，呼吸村庄新鲜的空气，自己煮一碗热腾腾的面条。闲暇时，他参加村里的老年腰鼓队，或与几位老友在树下聊天晒太阳。需要看病时，他用之前攒下的积蓄请村里小辈开车送他一程，付点油钱，心安理得。他不再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，反而感觉和子女关系更融洽了。逢年过节，孩子们回来看望，
他拿出自己种的蔬菜招待，一家人欢声笑语，分别时也绝不拖累。他常念叨一句话：你们有你们的日子，我有我的日子，各自安好，就是最好的孝顺。子女们听了也都点头赞同。严大爷的转变正印证了老年心理学的一个观点：晚年幸福的关键在于保持自主与自尊。老人需要一定的社交和关爱，但也需要掌控自己生活的安全感。一味依赖别人，容易让自身价值感降低，久而久之变得敏感多疑。相反，有自己的事情可做，有自己的经济基础，老人会更自信开朗。孤独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内心的失落。只要内心充实，即便独居，老人依然可以享受生活的乐趣。当然，年纪大了需要帮助时也别逞强。严大爷为此还制定了一些备用方案，他提前配置了养老保险、储蓄和医疗保障，以防自己将来身体不好时有资金请护工照料。还与几个老朋友约定彼此经常打电话联系，万一谁几天不接电话，大家就上门看看，有个互相照应的机制。严大爷笑称他们这是抱团不抱窝，朋友间守望相助，但各自生活，不去住在一起，既能防止矛盾，又能互相关怀。事实上，如今社会也在探索各种新的养老模式，例如许多城市建立社区养老服务中心，方便独居老人就近获取照料。一些志趣相投的老人尝试结伴合住房屋，彼此扶持，被称为抱团养老。然而，这些模式的成败仍取决于老人自身的心态和准备。老人们最重要的还是经济独立、思想独立，有底气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。很多上了年纪的人，年轻时讳言养老问题，导致措手不及。严大爷的经历提醒我们，未雨绸缪，提前与家人沟通，养老期望非常重要。对于做子女的来说，也应明白，父母渴望尊重与自主，尽量给予他们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和必要的协助，而不是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父母的晚年。在严大爷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一个老人追寻尊严养老的坚定决心。养老方式没有万能公式，关键是适合自己并且不违背尊严和身心健康。那3种看似温馨的养老方式，严大爷都经历过其中的无奈。依赖子女可能陷入矛盾和被动，养老院养老，物质安稳却情感荒芜；再婚养老，表面热闹，实则暗藏风险。经历这些波折之后，他最终明白，与其强求不切实际的理想晚景，不如回归朴素的生活，靠自己踏实的过。75岁的严大爷用他的故事忠告晚辈，人生最后的旅程，我们无法预测所有变数，但有一样始终要守护，那就是做人的尊严。宁肯孤独一点，清苦一点，也别让自己的晚年陷入没有尊严的境地。如果子女可靠，那是锦上添花；若无可靠臂膀，就学会给自己撑伞。孤独终老并不意味着凄惨，它可以意味着自由、自主，意味着握紧了自己人生的方向盘。正如严大爷常说的，老了也要活出个人样，不求大富大贵，但求心安理得。这份心安和尊严，才是送给自己暮年最好的礼物。愿每一位老人都能在自己的晚年岁月里，活得安心，活得值当，不负此生的尊严。